$50的米其林套餐和$100的米其林套餐差別到底在哪裡？嗨，今天去吃潮汕菜。就差開餐啦！我原來想這個花肯定是假的，就拿手去摸了摸，結果發現竟然是真的。哦，天哪！失敬失敬。先上餐前小食，這個是小魚乾，這個是花生米，後面還有是辣椒圈。這個小魚乾一開始吃進來就是非常明顯的、很濃重的鮮辣的味道。但是這個辣椒圈一開始吃進來是有一點很沉悶的，甚至可能有點不太辣的味道。吃到後面辣勁上來了，有一種像是剁椒或者是像火里烤過的那種辣椒的味道。上前菜啦！今天的前菜是青蔥沙薑豬手、時令蔬菜色拉和潮州滷水鵝肝。青蔥沙薑豬手，把青蔥和沙薑都切成了很小很小的粒，然後把這些小粒切在那個豬手的塊上面。它這邊這個一小塊的豬手應該就是把豬手切下來之後壓縮過的。豬手在廣東話裡面諧音是就手，寓意發財就手，事業順利，財源廣進。那也祝願看到這個視頻的你事業順利，財源廣進。這個沙拉我差點要一筆帶過了，然後剛剛服務員跟我說沙拉是油醋汁調拌的，這個油醋汁是他們餐廳自己調的。這個油醋汁真的是很特殊的味道，有點像是那種清柚的清香在裡面，就很清爽，確實是這個沙拉的亮點。滷水鵝肝是潮汕滷水的代表作，滷味沒有特別重，反而會感覺鵝肝它自己的本味會保留在這個菜裡面，但是一點都不腥，吃下去之後會有一點滷水味會回過來，很有特點。天哪，要是這個視頻可以傳達味道就好了。現在上來了乳鴿，好香好香，外表是很漂亮的琥珀色。哇塞，這個聲音真的是很酥脆的表皮，因為這個乳鴿在制作的過程當中還要經歷一道油炸的程序嘛，還要風乾，還要掛皮水，整個表皮就特別酥脆，裡面的肉質呢又鮮嫩多汁，真的不得不感慨一下，這個乳鴿實在是太香了。你把它咬開來的時候，會有一股汁水爆出來。濕甘藍、羊肚菌燉老鴨湯。這個湯裡面有很濃重的菌菇的味道，鴨肉已經被燉得很軟了，單吃這個羊肚菌反而蘑菇的味道沒有那麼重。這個湯呢也是一道傳統的滋補品，濕甘藍是清熱的，羊肚菌增香，老鴨它湯底會很醇厚，營養也很豐富。我一開始還好奇它濕甘藍到底在哪裡，找到啦！突發奇想，這個濕甘藍它可以吃嗎？不好吃，就沒有任何味道。他們這個濕巾好保護環境哦，很迷你。上菜啦！普寧豆醬煮乳龍蝦。嗨，我是 Daisy。如果你也喜歡這個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哦，這是對我最大的鼓勵，謝謝。普寧豆醬應該也是潮汕的特色，它這個龍蝦是 Q 彈的，味道上很鮮甜。我一開始吃我沒吃到豆醬的味道，後來我蘸了一點湯，嘗出來裡面是有豆醬的味道的。可能是這道菜整體走的是潮汕的風味，口味還是比較清淡的。它這個龍蝦可能個頭比較小，所以叫乳龍蝦，沒有那種很大的龍蝦的那種肉很老的感覺。我很喜歡他們在餐前準備的葡萄乾，來自我國新疆，它有3種甜度都是不一樣的，就很不錯。雞汁節瓜煮無筍魚。無筍魚呢，其實就是馬友魚，它的肉質很細嫩，可以在魚皮的那一端吃到非常濃郁的油脂的香味，很滿足，但是一點都不腥。節瓜我感覺吃起來的口感跟冬瓜有點像，很清爽，所以整個口感平衡的特別好。超市家燒雪花牛肉。
我一開始還不明白，特別去網上搜了一下什麼是潮式家燒，這個就大概是潮汕家常菜的做法，就強調少油少鹽，突出食物它本身的鮮味。它這個雪花牛肉真的是做得非常好，牛肉燉的是軟爛的，入口即化的那一種。我吃起來它還有牛腱、牛筋的味道，菜裡面還有蘿蔔嘛，所以整道菜裡面，包括是湯裡面，你都能吃到蘿蔔的味道。牛肉加上蘿蔔，又有肉的鮮味，又有蘿蔔的清爽，還是紅燒的，非常好吃。和我之前吃過的，比如說陳龍興蟹王府，還有喜悅8號相比的話，這家店環境會更好一點，因為它在思南公馆這邊，所以整個環境非常安靜。我之前預約的時候說想要一個安靜點的位子，然後我這個位子我感覺很適合拍視頻，我在這邊自言自語說話，周圍沒有人看着我，所以我就不緊張。這是我餐桌旁邊的環境，因為今天是陰天，如果是晴天，打開這個門，陽光灑下來，外面又是樹，感覺一定會很舒服。但是現在這個環境也很清幽，這個上湯季節時令時蔬呢，體現了潮汕菜不時不食的特點。潮汕菜它講究食物要和當下的時令相結合，所以這道菜裡面都是比較新鮮的时令的菜。然後上湯呢，又是用老鴨、火腿這些食材燉制而成的，蔬菜是比較清新的一種口感，上湯又很鮮美。因为我本身有點偏肉食動物，但這道菜就兩者結合起來，是我喜歡吃的蔬菜。潮汕粿條煮海味，我一開始不知道這個是什麼，剛剛吃下來有點像是用蝦做成的丸子，但是它表皮我感覺是油炸過的，會更加酥一點。我拿牛肉蘸了一下醬，就是那種辣辣的，我個人還是更加喜歡沒有蘸過醬的原味的粿條。這個應該是用魚肉做成的，這個粿條也可以算是潮汕特色嘛，因為是用大米製成的，整個口感都很爽滑，再加上一些海鮮。剛剛我問了一下服務員，那個是叫蝦棗和魚餅，還放了牛肉，整個鮮味都被逼出來了，就放在一起吃很爽口。陳皮紅豆沙登場。這有點像兇殺案現場是怎麼回事？就非常濃郁的紅豆的味道，你可以聞到有陳皮的香味，陳皮它有一點點苦味和酸味也混合在這裡，就整個湯的味道調製得非常平衡。可能是我剛剛在拍視頻被服務員看到了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，他們送了我一份雙皮奶，我感覺這是最好看的一道菜，來給你們展示一下，我超喜歡的，超好看。是不是超讚？晴天霹靂！服務員說可以直接拿這個去蘸或者是攪拌雙皮奶，但是它好像稍微有一點點脆弱，而且我也不捨得就直接丟下去攪，先咬一口吃吃看。好吃到想跳舞！你能看到它上面有一些奶酪或者是雙皮奶的那種餡料，還有那些小塊的抹茶的蛋糕，還有樹莓，真的是長在我心巴上的一道菜。它這邊所有的奶製品都是有點涼涼的，餅乾是那種稍微有一點點軟的餅乾，不是那種硬邦邦的，就一口咬下去很棒。這個點品完勝陳皮紅豆沙。你能看到這個芒果和樹莓是從餅乾上掉下來的，還有剛剛掉下來的餅乾碎。上面是莓果醬，它是那種膠狀的，有點果凍的質感，下面是綿軟的，有一點點酸味的奶酪。嗨，我已經吃完飯出來啦。這一整頓飯我買了券之後是381塊錢一個單人餐，但是它不包括最後送我的雙皮奶。個人覺得它是值這個價格的。今天這一家是專門做潮汕菜的米其林餐廳，套餐裡面有幾道菜是超出我的預期的，比如說那個乳鴿，平時我們也會吃乳鴿，但是它這個做的真的是令我非常詫異。雪花牛肉非常入味，整道菜吃下來，我覺得我的幸福感是有提升的。推薦給你們。今天來米其林餐廳打卡價值600多元的犬蟹宴。之前逛外灘沒注意到，蟹王府總店竟然就在外灘旁邊。這邊是陳龍興蟹王府，這邊後面就是東方明珠哎。餐前先是上了水果和餅乾，試一下味道怎麼樣。感覺這個餅乾無功無過，陽光玫瑰個很大，味道也很好。
這個餐前暖胃湯真的好迷你哦，好小一個。這個湯是酸甜口的，你可以吃到很濃的番茄味，還有點洋蔥。剛剛問了服務員，裡面還有土豆和胡蘿蔔，營養真的很好，可以暖一下胃。前菜先來啦。這個呢是蟹粉咬肉，是用蟹粉和豬肉做成的。這一口吃進去有很香的肉的味道。糖漬番茄能夠吃到非常原始的番茄的味道，甜度也刚好。我不太確定這個是螺肉還是豬耳朵，但是吃起來有一股非常濃重的紅油的香味，辣到不是很辣。這家店在裝修上是有點古色古香的，所有的建築都是用的木質的。這個王府蟹肉翅呢，就是拆好的蟹肉和魚翅放在一起煮，還有紅色的蟹膏。在這個湯裡呢，它的蟹肉是軟的，魚翅會有一點點 QQ 彈彈的感覺，蟹膏有一點沙沙的，吃起來很奇妙。這個湯本來就很鮮，加了勾芡之後就變得很順滑。我在這個羹裡面放了他們給的配料：香菜、豆芽，還有一醋，看看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變化。香菜會有它獨特的香味，放了醋是酸味，豆芽的脆爽之後就變得很奇妙的味道。不得不承認，它這個羹是非常鮮的。這是我今天的桌牌號洪澤5號，下面有個小小的米其林 logo。重头戲來了，清蒸大閘蟹。嗨，我是 Daisy。如果你也喜歡這個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哦，這是對我最大的鼓勵，謝謝。這真的是懶人福音，不用髒手，一整個蟹服務員都幫你包好了，就整整齊齊的排列在你面前。小碟子上面都是螃蟹身上的肉，把橫膜全部都已經拆掉了。蟹殼上裝着剛剛拆出來的完完整整的蟹黃和蟹膏，特別誘人。趁熱吃啦！很鮮甜，肉也很扎實，可以一口塞到嘴巴裡，很爽。我剛剛還問了一下在拆蟹的服務員，他說他們這個拆蟹的技能是每天都要練的。我問說你拆公蟹和拆母蟹會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？服務員他說公蟹的鉗子會大一點，然後母蟹的鉗子會小一點。我點的就是一個公蟹，這應該就是相對來說比較大的鉗子了。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最喜歡吃的螃蟹的部位就是蟹鉗子，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跟我一樣？真的好爽啊！它這邊單人套餐是可以選擇你要母蟹還是公蟹，我點了一個3兩半的公蟹，就因為它公蟹裡面有那種透明的黏糊的膠嘛，我比較喜歡這個。剛剛吃了公蟹的殼，就真的是滿滿的膠質和膏。現在9、10月份其實是吃蟹最好的季節，非常的滿足，很新鮮，很肥美，一口悶掉。這是即將犧牲的大閘蟹。凸黃油撈飯隆重登場，這是由3兩以上公蟹的膏和2兩以上母蟹的黃熬出來的凸黃油，搭配東北稻花香的米拌着吃。這個是凸黃油拌飯，在吃的時候可以添加一點陳醋，可以喝一點檸檬水來解膩。凸黃油的凸呢，其實在蘇州話裡面是只有的意思。這個菜是蟹黃和蟹膏炒制而成，再把它澆在飯上面，先吃一口原味的，看看味道怎麼樣。真的是鮮的掉眉毛，它那個蟹膏和蟹黃都是有點粉粉的感覺，蟹肉又是有一股鮮味的，加上它那個蟹油淋在飯上面又很香，也是對味蕾的多重攻擊。再加一點醋，看看是什麼味道。
感覺加了醋之後就变得清爽了很多。这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柠檬水，在吃完秃黄油之后喝上一口，超清爽的。柠檬水上大分，因为秃黄油捞饭用料过于实诚，所以如果要把这一碗全部炫光的话，其實還是會有點膩的。這個時候喝一口它配的檸檬水，就真的一下子就解膩了，非常清爽。我剛剛進來的時候說想要一個安靜點的位置，他們把我和其他食客可能就4、5桌吧，都安排在一個小的包間裡面。整個包廂裡面其實是挺安靜的，我就不敢大聲說話，錄視頻也是有一點拘謹的。直到後來，差不多每個桌子上都有人了，我後面其實是一個大桌，有小朋友，小朋友也在說話，聲音稍微嘈雜了一點，然後我才敢把說話聲音也稍微變得大一點，拍攝也稍微會自由一點。下一道菜是麻婆蟹粉蝦仁。這道麻婆蟹粉蝦仁構思非常妙，用麻婆豆腐的方式來做蟹粉蝦仁。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剛剛服務員是說這個蝦仁是來自於陽澄湖的。你能看到它有蟹粉和蟹肉在裡面，一口吃下去，蝦仁是很彈嫩的，調料是麻辣鮮香。麻是有點花椒麵的感覺，辣呢我感覺有點像是郫縣豆瓣醬，或者是說辣椒麵的辣味。它這個蝦肉真的是非常的 Q 彈，這道菜構思真的是很妙。因為我本身不是很會吃辣，但是這裡的辣味都讓我覺得很舒服。它確實是辣的，還有點麻味，但是呢，它就辣到你喝一口水，這個辣就緩解了很多。對於我這種對辣又菜又愛的人，非常適合這道菜。上菜啦，蟹粉豆腐。這個蟹粉豆腐的味道，我感覺和之前的一道熱菜蟹肉翅有點相似。它這邊豆腐是軟軟的、滑嫩的，配上蟹粉的鮮味就很讚。一筆帶過的綠葉菜，蟹粉小籠隆重登場。大家在吃蟹粉小籠的時候一定要小心，千萬別像我這樣一邊吃汁水一邊漏了出來。也許是之前吃了太多蟹肉做的菜，所以這個蟹粉小籠對我而言倒沒有太過驚豔。甜品桂花雞頭米登場，它這個裡面有雞頭米，還有百合，吃起來有點像是白木耳羹的感覺。百合跟我以前家裡面吃的百合不太一樣，它是一大片的，咬起來是有那種酥脆感。這個雞頭米是我人生第一次嘗試，它口感上有點像是蓮子，但是沒有蓮子那麼硬，整個湯有點黏黏的、稠稠的，又是甜的。另外，我倒是沒有吃到很明顯的桂花的味道。這個黑不溜秋的是薑茶，是用來去大閘蟹的寒氣的，但是它真的有好濃好濃的薑味，就太嗆了，我覺得我喝不下來。等我出去跟你們講一件很好玩的事情。我現在已經出來啦。剛剛店裡面有些是外國人，有些是不會說中文的華人。一般性你買蟹的話，服務員都會問你是要公蟹還是母蟹，然後服務員可能英文也不是很好，就直接用了 AI 翻譯來問 AI 那邊就很機械的讀出來 You want a female crab or a male crab？ 那些聽到這些話的來就餐的人就哄堂大笑，還蠻有意思的。這家店走幾步路就到了南京路，當當到了南京路步行街。那今天這一餐飯是我買了券，是670多。它整個店面裝修其實都是可以的，包括餐食，我覺得對於一個米其林餐廳的單人套餐來說是性價比可以的，因為它畢竟有螃蟹嘛，這種時令的海鮮做起來其實也蠻費勁的，再加上它應該把人工費什麼都算進去了，有人幫你把這個螃蟹拆開來，然後你自己不用再去啃螃蟹，吃起來很爽，而且很方便，推薦給想吃螃蟹的你們。歡迎點讚訂閱。